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美国这一次40年以来最大的演习，最大规模。它现在横跨17个时区，它的意思就是美国的意思就是，要在全球进行防卫。一个呢就是当然美国主要的战场会设在西太地区，但是呢，也要防止在欧洲和这个非洲，包括中东地区，会出现什么问题？因为毕竟，欧洲这一块有俄罗斯的这一块虎视眈眈。第二个，在中东地区呢有伊朗啊，但这些呢都是比较次要的，主要的是在亚洲、西太平洋地区对着中国来的。那么，关于这次演习，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。美国的这个胜利号舰载船进入中共的演习区域，这个呢，你要从2020年，就去年的7月份，中共本来计划也在西沙这个区域里面组织军事演习，当时的这个美国那个国务卿这个蓬佩奥就说过，南沙不是中共的领土，西沙是有争议的地区。那中共在这一区域进行军事活动，威胁到了航行自由和周边国家的安全。这样的话，也就是这个军机，美国的军机和军舰呢，也进入了他的这个宣布的这个演习区域。最后，中共没有办法，这个就把这个演习撤回去了，撤到了北部湾、雷州半岛，就到它的内海去演习了。还是不敢跟美国对抗，这样。那么这一次，中共居然划定了1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区域，在西沙区域进行演习。有2层意思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联军，基本上他们就是中共已经放弃了南沙。联军已经就是向前挺进，向北挺进到了西沙，这是从军事上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。就是如果西沙不是，就是说中共控制不了西沙，那么它的海南就危险了。西沙是海南的门户。我在南海舰队待了10多年。我太清楚了，整个南海舰队主要的兵力、武器装备都在海南岛。你比如说第2核潜艇基地，094的核潜艇在三亚亚龙湾，第2航母基地，包括055，包括刚刚下水的075的海南舰，055下了几条，大概有1大半在海南，在三亚榆林基地，另外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南海300万平方公里，南海舰队守卫的范围非常大，所以南海舰队的兵力是中共海军最强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装备加起来都没有南海舰队的强。因为南海舰队，中共一直是在守卫着南沙，因为南沙对中共来说是太重要了，不仅仅是它的是一个交通运输的枢纽。第2个，它的能源，南海一旦被美军控制了，那么中共死路一条。所以，有一句话讲的嘛，打台湾没多大意思，打下台湾增加一个负担，台湾这边也没有什么资源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但是南海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一直认为，南海的战略位置，不管是在中共这一块，还是在美军这一块，都是放在首位的。我几年前就讲过，美中之间如果有一仗要打，那么美军希望在南海打，
为什么呢？南海地域广阔，海洋深度够，适合于大型军舰和核潜艇运作。第二个，南海离中国大陆相对稍远，就是中共的岸基兵力形不成优势，所以在南海中共没有胜算。所以美军一直把战略重点放在了南海。在台海方向呢，其实美国一直是卖武器，让台湾增强自己的防卫能力。现在呢，又调动了这个日本出来守护这个台海。所以说，中共想在台海打，但是美国就不理他，美国就在南海做动作。所以这次演习呢，中共花了10万平方公里呢，也反映出了他对南海局势的担忧。南海一丢，他整个全盘结束。所以这一次说，刚才主持人说是不是会擦枪走火？在军事上来说，没有偶然，只有必然。如果两个国家关系非常好，不存在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即便是擦枪走火，它也形不成战争，大家都会解决掉。那么美军现在是高度的，就是说句实在话，就是来挑衅，就是在南海找中共一战。所以这次美国的这个舰载船胜利号舰载船居然进入它的演习区域，因为我们了解到，这10万平方公里划下来以后，因为这次演习是中共临时决定的。它不存在战术协同问题，它就它一个国家。那美国的演习，它有十几个国家，它需要有一些战术协同，是吧？中共不存在。那中共在这个10万平方公里干什么呢？就是准备打导弹，东风系列的导弹，舰队舰这个空对舰的导弹，它没有其他的科目。但是从现在来看，应该说已经这个演习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动作，因为毕竟美国有一条船在那地方，他还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中共还是装怂了。